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花瓣的用笔。花瓣的用笔，我们用各种点画，点出花瓣的形状点写出花瓣的形状，各种形状的用笔。我们把这个用笔变成花瓣，各种点画。不同的点，不同的方向，它会出现不同的这个形状。我们把这个形状把它变成紫藤的花瓣。各种点画，不同的方向各种各样的方向，我们就把这些方向整理好把它加上疏密聚散，再加上浓淡干湿。好，我们在沾颜色的时候，笔头很多颜色那么这些各种用笔，我们还可以把它变得长一点，或者短一点，或者小一点这种点画，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拉长一点加长一点点，因为这个花瓣它有些是侧面的所以各种形状这样练习一下，我们就可以把它拼出一个紫藤的花头我们来画几个小花瓣那么画几个小花瓣，我们就要注意它们的变化现在我画了3个小花瓣那么3个小花瓣就会有大和小左边右边形成单和双把这种关系把它加大。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把这种关系每一步把每一步弄得清清楚楚的，这样我们在画一串的时候，或者画到一张大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乱。山笔我们就注意到很多这种关系给大家标出来，能够让大家记得深刻一点，好不好？左边就会形成，现在是3个点3个点形成大中小这个是最大的这个是中的，这个是小的。这3笔我们怎么拼都要把它变得有对比这边这个是大，这边是小，但是左边它有很多所以这些变化我们要把它记下来，把它变成一种规律变成一种习惯比如说这边我们可以把它标出来这种单双的这种对比这边是双的，把这种对比加大把它转换到各种摆放这种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这边它也会再加一个这个是大中小把它标出来。这边是单的，它还有一个关系是多和少这3点就会有很多东西这3点就有很多的这个讲究我们再画3笔。那么这个紫藤的花瓣的摆放我们要把这些关系弄清楚，然后我们再去看真实的牡丹怎么去
转换，怎么去把它变成画面里面的有画面关系的啊。我们再画3笔啊，比如说这是2笔啊，这是1笔，我们把这边变成2笔，大一点，更小一点啊。这3笔是不是不一样啊？它也是同样的关系，它会摆放的位置不同，那么它就会出现这些对比。这些关系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画画的时候他就没有注意到这种关系啊，这些多和少的这种关系啊，这边多这边少，就这3点它就说明了这些问题啊。这个是最大的，这个是中的，这个是小的啊。我们把这些关系全把它做出来啊，要把它能数出来的那种状态，才叫彻底啊。不能说随意画2笔啊，你自己感觉很过瘾，但是里面没有关系。我们既要有这个关系，我们又画起来很放松，它就会出现这种对比了啊。我们同样是这3笔啊，大家如果在家里面现在有毛笔的，可以尝试一下3笔怎么摆放啊，你怎么摆都可以。问题是你要让它有对比啊，你要让它有大中小的对比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画到下面或者画到上面啊，都可以。我们可以把这笔画得很小，这也是3笔啊。那么这3笔它也是出现这种大中小，一点没变啊，变的只是它的摆放的位置啊，这些多和少还是没变，变的是它摆放的位置不同。不同的这3笔很重要啊。我们可以把这3笔变化各种形状摆放，我们还可以把它增加啊，同样是这3笔，我们可以把它增加同样的这个关系啊。我们可以把这一笔变成2笔、3笔啊，把这一笔可以变成2笔，把这一笔可以变成3笔或者2笔都可以。那么它就往下延伸了，它的关系没变啊，还是这个大中小的关系一点没变，只是增加了数量啊，只是增加了这个花瓣的量，它的关系没有变。然后我们在一边画，还要一边延伸啊。比如说现在变成，这是一组大的，这是一组小的，还有一组更小的啊，这样它是不是也是大中小了啊？也是出现这种大中小的这个3组了，还是这个关系啊，一点没变，增加了数量。先要把这个用笔练一下，然后把这3笔不断的摆放，摆的多了你就知道了啊，你怎么摆它都会出现一个大中小，但是不能排队啊。不能出现的是正三角啊，不能这样出现三个啊，刚好是等边三角，这样的不行啊。然后还要不能出现3个花瓣平排，还有距离相等啊，这样的也不行，形成一串。其他的你怎么摆都行，怎么摆都很好看啊。好，我们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再来画一组啊。好，刚才我们讲到的是3笔啊，要有干脆大一点啊，3笔要有大中小
的摆放，啊，这3笔怎么摆都行啊。我们也可以把这边变成1笔，这边变成2笔，啊，变化再大一点，这样长一点，啊，3笔一定要数出它们的大中小来，你怎么摆都可以，啊，怎么摆都行，这3笔啊，随意摆，不能排队，不能有三角形。好，我们继续啊，把这个加进去。用的是尖毫，尖毫里面不是纯阳毫啊。我们在这3笔继续往下延伸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变成3组，这是1组啊，比如说这是1组啊，把它变成2组，这2组也是有大小的啊，这2组是不是有大小了？然后又出现第3组，更小一点啊，和这个关系是不是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关系是不是一样的？这3组和这3点是不是一样的关系啊？我们可以把它不断的转换，能够把这3点弄清楚，然后把这3组大中小弄清楚，画起来就很轻松了。所以我们画这个不管是紫藤还是其他的花卉，我们要把它分析得清清楚楚啊，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感觉，再加上连贯，它才能够出现这种状态。这些大中小，你画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了啊，这些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增加给它。我们再来画一串，再来画1组啊，不同的摆放。这个是一小组，我们可以把右边画出2组，这是1组大的，然后可以加1组，大的里面也有大小啊，然后这里再加1笔，加1组很小的，这也是3组，这些变化就会有这个关系啊，有这种对比。我们在画的时候就已经在注意了啊，这些大中小的对比。好，我们把刚才说到的3组，我们先画出3组。这是1组，第1组出现，它不一定是最大的，它也不一定是小的，它要第2组出现有对比了，它才能够成立，这组里面我们可以让它有大小，然后我们再画1组，这一组里面也是有大小，但是我们要跟它对比，画这一组的时候要看它这样它就会变成这一组大，这一组小。我们可以到这下面再画1组更小的。那么它们的对比如果不是太大，像现在3组好像大小不是太大，我们就增加，把大的加得更大，这样它就会明显了，一定要把这种关系放大明显一点啊。这一组大的，那么这一组和这一组哪一组是中的，我们可以把它加一下，它就比下面这一组大了，那么3组大中小就出来了。然后我们还要根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增加再往下延伸，
那我们就要注意外形啊。比如说我们再来一组，这个已经往下延伸了啊，就会打破了。但是还是一组一组的画，这样再画的时候，又注意到这一组和这一组的形成一大组啊，我们要注意它的外形，左边和右边的外形啊，这边就形成很多。那么现在它又在刚才的基础上又升级了，现在这里形成一大组了啊。然后这边形成一个小的啊，我们还可以再来一组啊，这样它就形成一个还是一样3组啊，又变成大的3组了。上面这里是一组大的，这是第2大的，这是第3大的啊，又形成了一个往下延伸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的时候，那就要把它们全打乱啊！有这个基础以后，把它打乱。打乱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一组和这一组本来是2组的，我们把它串联起来了啊。比如说我这里我加了一点点啊，我加了一点点，它们就串在一起了。然后这边我们可以加1、2笔啊，这边就形成一个外形。那么这边是一个空的。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能让它和左边一样这样包过来，这边我们就让它零散一点啊，跳动的出现几个啊这样的花瓣，那么它就会出现左边的外形和右边外形的缺口是不同的，外形也不同的啊。然后再往下又可以增加，右边这里比较多，左边我们就少量的出现3、2颗啊，那么它又形成了一个对比，左边多，右边少，然后这边反过来，右边很多，左边很少啊，全都是这种关系，然后把它们串起来就可以了。如果想让它效果好一点，我们用太白啊，用太白撞一下这个花瓣，让它亮一点啊。我们可以撞在这些，先撞在这些比较淡的花瓣上，然后这个颜色淡一点了，我们再去撞重一点的地方。好，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藤黄进来啊，有这种紫藤的状态啊。紫藤的花瓣下面确实有一个地方是偏黄的啊，这样也是让它有一个色彩啊，少量的出现。好，我们用藤黄加太青蓝，然后笔尖加一点点胭脂啊，我们来画一枝干，把它串起来。那么我们画这个枝干的时候，我们不要画在这一串紫藤的正中间，我们要让它在1/3的地方出现啊。比如说可以从左边这样过来，中线，也可以从右边过来，也可以从中间，但是不能在这一串紫藤的正中间啊，这样它就不会有左右对比啊。我们要让它左右有点变化啊。把它从这边串过来啊，我们让它偏左一点点，或偏右一点点，然后又让它偏左一点啊，这样它就有变化了啊，不要刚好在中间。我们让它画面最重要的讲的是这些变化啊。中间这个线条，我们主要是讲它的这个姿态啊，不要太过于直。如果是画一张大画，那不一样啊，大画需要整体，所以它不需要小变化。那么我们只画这么一组，那我们就要多注意这些细节啊。画这些小枝干也是一样，右边多，左边就很少啊，它就串起来了
啊，这样它就会形成关系，形成这个线条和线条的线组。刚才的这些是点啊，点多了它就形成一大组。然后现在我们画的这个就是一些线组，短线和长线啊，然后右边的线和左边的线。大家看我右边画了很多，左边只画了2、3只啊，是不是就有变化了？而且这是故意去做的。我们要把这些变成一种规律，然后把它掌握以后，再把它灵活运用。如果这些基础的知识没有掌握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发挥啊。刚开始画几笔很过瘾，画着画着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这个它都是有这个每一步都有很多的知识点啊，能把这些知识点串起来，它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画理的一个小组啊。我们来加几片小叶子我们能画出一串紫藤，然后把它加上一小组叶子能掌握以后，我们就可以拿这一串来摆放可以不断的摆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各种各样的位置我们加几片小叶叶子我们要让它这样一小组，然后要有正侧把它串起来这么一小组叶子，然后这个一小组叶子我们还要配称一下，还要出现2组，要让它有大小你可以在上面出现也可以重要的是要让它有大小对比还有一组更小的这个叶子出来是不是和我刚才讲到的那个3个点画3组大中小是一个关系这是最大的一组，这是第2的、第3的，然后把叶脉勾一下。